丛林盆景最突出的特征是它多棵树的具身性，在长不过几尺的蓬勃中，营造出一种精密幽深的山林野趣。喜欢丛林盆景的人，大多是被它极富情趣、对自然景象的写实，或是它的具身之美所诱惑。这一盆对极北拉丛林有11个年头了，是选择了一组大小不等的枝干，从扦插开始培育的。对决北拉生长快，在对它进行培育的前期，主要是进行续剪，基本成型后对它进行控养。控养是对丛林盆景培育的最有效的手段。除了控肥控水，主要是修剪，即是剪掉一些强势枝，抑制它的萌发，减缓它的生长速度。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保持树枝间的大小在整体上生长平衡，枝与干的粗细比例协调。像榆树、枫类等丛林盆景的培育，同样是续剪与控养结合，并以控养为主。控养的实质实际上就是在时间上对树进行催老。与其他盆景一样，有年功的丛林盆景更具有表现力。丛林盆景并不严格要求每一棵树都很优美，强调所有的树的具身姿势基本相似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呈现的丛林盆景看上去是一个和谐自然的整体。对丛林盆景的修剪必须遵循这一定律，从总体上把握它的修剪尺寸。丛林盆景并非是把多棵树进行机械的拼凑，而是对自然景象进行概括与提炼，并将自己对丛林美境的感悟融入其中，按照丛林的基本法则进行布局。制作丛林盆景，选择什么样的树种、树的大小、组合的数量都是有讲究的。这些约定俗成的规则，实际上就是人们从树林不同组合所产生的不同美感总结出来的。玩丛林盆景看上去很难，动起手来就简单了。你先不要急于把这些条条框框都用上，按照最基本的三角组合及树枝间的疏密进行布局，可以边玩边改。多动手才会对丛林盆景有感性上的认识。对丛林盆景的感悟是来自于实践，我也是这样学会玩丛林盆景的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